2024年农历新年之前，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点燃了中国汽车圈。日本汽车工业学会公布了2023年日本汽车出口数据，日本全年汽车出口442万辆。这一数据不仅意味着日本已被中国出口491万辆汽车的成绩甩在身后，还表明日本在连续制霸30多年之后，第一次将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国的宝座拱手让予中国。时至今日，以丰田、本田与日产为首的日本汽车制造商依然是毫无争议的汽车巨头，但在中美两国新兴汽车产业的围剿下，曾安然度过多次外国制裁与经济危机的日本汽车工业，似乎将带领着整个日本迈入无底深渊。为何积累起雄厚资本的日本汽车工业会在电动车时代丧尽先机，以至于拖累整个国家下水？事情还要从日本汽车工业到达顶峰之后讲起。时间回到1983年，当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之后，被失业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美国人开始了对日本产品的全面抵制。自80年代开始的日美汽车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就是日本在限制出口、减少汽车关税的同时，开始引导日本汽车企业出走海外。1983年，日本率先在美国设厂，并开始生产依赖美国供应商的日本车。而美日两国政府实施此举的最初目的，是在不摧毁日本汽车工业的同时，将被日本汽车产业夺走的工作岗位打包回美国。然而，在日本车企在美国投资设厂的过程当中，却看到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在日美汽车贸易战之前，日本车企之所以不进军美国，原因有二：一方面，车企主动在国外投资建厂，而不在国内扩大生产，会背负只赚钱而不担负社会责任的骂名。另一方面，则因为日本车企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同欧美相比更为低廉的人工成本。因政治因素不得不在美国投资建设的厂房之所以不能赚钱，根源在于美国人力成本高昂。如果日本车企向那些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建厂，是不是就能创造新的盈利点呢？事实证明，这一想法相当可行。在日美贸易战的同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开放的当口。不仅如此，中美蜜月期也意味着日本几乎可以毫无阻力地向中国输出技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围绕引入日本汽车企业的投资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的结果就是90年代开始，大量中日合资的车企被建立了起来。1996年，已同中国有长达近20年合作关系的丰田携手一汽集团成立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产品曾一度应用于风靡全国的夏利汽车上。而与丰田相比，日产更是改在了更早的1993年，就与郑州、氢气等多家中国公司合作成立了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田、马自达、三菱与50铃等日本公司也都在几乎同一时间进军中国。可是合资公司的成立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虽然为日本车企带来了第二春，但同样埋下了日本失去30年的种子。事实上，自1990年，当日本本土汽车产量在达到1340万的高峰之后，就开始了缓慢下降的过程。但同长期萎缩的本土产量相对，日本汽车企业在海外的生产数量却一路高歌猛进。以三巨头之首的丰田汽车为例，2023年，丰田下线了自己在历史上生产的第3亿辆汽车，而日本本土的丰田工厂生产了其中1.8亿辆，丰田公司的海外工厂以及合资公司则生产了余下的1.2亿辆。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车企似乎依然将重心放在日本本土，可是 1.8 亿辆是丰田在近100年时间中累计生产的结果，而 1.2 亿辆则是日系企业在短短30年出海历程后的成绩。同样以2023年的丰田为例，在这一年的前11个月，丰田公司总计生产了923万辆汽车。这个数据非常奇怪，因为在更早的2022年，日本全年的汽车产量仅有784万辆。事实上，丰田公司公布的923万辆的数据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产量总和，而其中仅300万辆由日本本土工厂生产，超2/3的丰田车实际上都是其海外投资的结果。这一比例同时也可以应用于其余所有的日系车企。对于日系车企来说，在哪儿生产都不影响其创造利润。建立合资公司不仅可以利用更为廉价的人力资源，也可以通过与外国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快速获取当地市场。但是车企虽然没有亏钱，甚至还有的赚，但是对于日本国家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我在之前的2期节目中提到过一点，日美两国在汽车贸易战中之所以如此谨慎，根源在于汽车工业完全不同于纺织、钢铁乃至半导体等其他被制裁过的日本产业。对于日本而言，像纺织与钢铁在被制裁之后，最多也就是一个行业的转型，最差的结果也就是行业的覆灭。但汽车工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汽车不仅是日本普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消费品之一，同时也是多项工业活动的终点。
在一辆汽车的构成原料中，有60%的钢铁、20%的有色金属、10%的玻璃以及10%的塑料与橡胶制品。为了以较低成本生产一辆汽车，企业所在国就要建设上述一系列的工业企业，并建立专门针对汽车企业的原料供应链。而在汽车的生产过程中，机械零件的加工制造与维护也需要大量本土机械制造企业的参与。如我在之前所讲，汽车工业虽然仅仅占据日本10%的 GDP 与20%的出口额，但是围绕汽车工业建立的上述一系列配套工厂，构成了日本 GDP 的半壁江山。然而，当日本车企将大量工厂转移到海外之后，为了保证成本低廉，势必会将各种原料与零件的来源转换为海外工厂附近的供货商。因此，日本开始在海外生产汽车，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不是利润组成产生变化这么简单，而是日本本土工业因汽车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全面萎缩。就在日本所谓失去的30年开始的1990年，日本本土的汽车产量开始了不可逆转的下滑。1994年，日本被美国反超，在时隔15年之后，重新将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国的位置让给了曾经的老大。而当2007年中国同时超过美日，成为新的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国之后，日本就已经永远失去了再次占据这一位置的可能。不过，日本虽然对失去的30年如此钝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为问题根源的日本车企，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遭受什么损伤。来自海外工厂的巨大利润，让他们对本土供应商的苦难漠不关心。以他们海外工厂的成绩，即使日本再失去30年，日本车企依然可以屹立不倒。然而，这其实是一个极其盲目且自大的想法。当新的风潮临近之后，日本车企的末路已经悄然到来。谈到今日日系车企的坠落，很多人会认为错过新能源浪潮是他们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可如果你这样想，就真的错怪日系企业了。日本作为一个贫瘠的岛国，那些诞生于此的日系车企，实际上很早就开始考虑能源转型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日系3巨头就相继开始了混动汽车的研发。时至今日，日系车在混合动力领域依然是领军者的存在。同时，新能源在如今汽车市场的格局也远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在过去的1年当中，中国之所以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靠的也不是新能源车企，而是奇瑞与上汽等传统车企的燃油产品。事实上，中国拿下燃油车市场与日本错过新能源浪潮的原因如出一辙，那就是日本企业根深蒂固的僵化制度。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系车企选择混动汽车的原因就是无法摆脱燃油技术出身的中高层管理者。在传统的日本企业当中，同个人能力相比，履职年限是影响职工在企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传统的年功序列制是日本在经济崛起时期保证企业稳定并逐步战胜欧美公司的重要制度优势。然而，等到日本企业成功登顶之后，极小的人员流动性又成为企业换血创新的最大阻碍。这一问题并非日本汽车工业独有，但是在汽车工业上产生的影响却最为深远。因为日本车企虽然因缺乏创新而走上下坡路，但是又因为海外工厂的巨额利润，让他们短时间内不需要承受错误决策带来的惩罚。企业持续盈利反过来强化了那些死抱着燃油车不放的老家伙。在他们看来，只要企业还在赚钱，那么自己的路线就没问题。日本车企依然无敌于天下。所谓的新能源不过是外国人的奇淫技巧而已。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丰田公司的年利润依然超过300亿美元。这一数额不仅依然是已经兑现收益承诺的特斯拉的2倍，更是超过了特斯拉在近10年累积的研发费用。但就是因为持续盈利，让日本企业里的那些老东西从不去思考如何拥抱新潮流。而一旦企业开始转为亏损，这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管理者们完全没有带领企业逆转的可能。在过去1年中，日系的彻底衰落已出现苗头。虽然3巨头依然保持盈利，但一些小型日本车企以及合资公司已经开始被逐出市场。2023年10月24号，广汽集团发布关于广汽三菱重组的关联交易公告，广汽三菱自此退出中国舞台。对于日系车企而言，贪图眼前利益与思维固化，虽然没有让他们在一开始就遭到惩罚，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会走上一段漫长且不可逆转的衰落之路。